周三，乌克兰独立日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向乌提供价值29亿8千万美元的武器和设备援助，这是俄乌冲突半年以来美方向乌方提供的最大笔单次军援。拜登上台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3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拜登表示，新资金将用于防空系统、火炮等，以及用于对抗俄军的无人机的雷达和系统。美国副防长卡尔周三还特别说明，美方这笔新的军援针对的就是普京所谓西方国家不会长期参与的说法。美国安全援助正在转向长期行动。 This type of package does not presume any particular outcome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So, for example, if the war continues for years, this package is relevant. If there is a ceasefire or a peace settlement, this package is still relevant.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军援计划还使用了美国国会拨款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也就是能让美国政府从军火企业采购武器，而不是从美国现有的武器库存中调用。美副防长卡尔也解释，这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确定合同，在某些情况下需要1年、2年或者3年才能抵达乌克兰。路透社指出，其速度取决于军火企业是否有已经在生产该武器的装配线，有多少产能，以及有需求时临时调整生产计划所需的时间。只要乌克兰战争打下去，那么美国的政策不发生转变，那么这种军事援助是可以持续的。每年100到200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对美国这么体量大的这个国家来说，不是一个大的问题。除了武器本身的先进程度以外，还涉及到乌克兰军人的技术和战术问题。那么这3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将会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自卫能力，还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外界注意到，俄乌冲突以来，紧跟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就是英国。乌克兰独立日当天，英国首相约翰逊再次现身基辅见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还向约翰逊颁发了自由勋章。约翰逊称，英国将与乌克兰并肩作战，同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约翰逊办公室声明指，这项价值5400万英镑的援助将包括200架无人机和巡逻弹药，以使乌军能够更好地跟踪和打击俄军。This is not the time to advance some flimsy plan for negotiation with someone who is simply not interested. You can't negotiate with a bear while it's eating your leg. 这是约翰逊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第3次来到基辅，以示对乌声援。而目前他的首相任期还剩不到2周的时间。他主要是2个目的，一个是他个人的这种立场的再次的宣示，第二呢，他就希望引导这个下一届英国政府的对乌政策，希望下一届英国政府接替他首相职位的人能够继续对乌克兰予以支持。不过，欧洲国家的援乌力度却各不相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上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欧洲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也就是英、德、波、法、意、西，整个7月间没有任何新援助，仅兑现了部分之前的援助承诺。6月新增的援助也远低于4月和5月的水平。观察指，俄乌局势持续焦灼，欧洲漫长的冬季在即，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各国此时正放缓援助的脚步。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国家正在面临武器装备库存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国家自顾不暇。实际上，即便是美国，民众对继续支援乌克兰的质疑之声也在显现。根据周三发布的易普所民意调查显示，37%的人对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和其他援助持怀疑态度，18%的人完全反对提供援助，28%的人目前没有表态。这说明，在俄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6个月后，近30%的美国人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现在有40%的美国人同意乌克兰问题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应该干涉的说法。相比之下，在4月份的调查中，此数据为31%。